谁在敬拜上帝？我们是唯一敬拜上帝的受造物吗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来自哪里？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如果有的话，有什么解决之道？前面的文章我们谈到谁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时，我们都明显知道上帝是崇拜当中的主角，是我们崇拜的核心。那么敬拜上帝的又是谁呢？以赛亚书第6章曾经叙述说，他看到天使敬拜上帝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以赛亚书第6章第2节，其上有撒拉佛4立，有6个翅膀，用2个翅膀遮脸，2个翅膀遮脚，2个翅膀飞翔。第3节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在新约启示录里面，耶稣基督也让他的门徒约翰可以亲眼看到在天上的所有受造物，包含天使、24位长老以及4个活物，日夜敬拜上帝。启示录第4章第11节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不只是活物敬拜上帝，随便的一颗石头都抢着要敬拜神，所以敬拜上帝不只是活物的权利而已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敬拜，上帝已经早就大大的得到荣耀了。路加福音第19章40节，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上帝造的各种万物都要向他来敬拜，我就要宣扬上帝的荣耀。在诗篇19篇第1到第16节，这里截取6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量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异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如果天使、活物或是石头都在赞美神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积极地赞美神呢？不是的，人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独特的，有别于其他的受造者。这种独特的关系就好像是父亲跟孩子一样，亲情的关系。这种关系在上帝与其他的受造物当中是找不到的。既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么的独特，那么我们到底是谁呢？我们从哪里来？要去哪里呢？可以使我们跟上帝有这么特别的关系。加尔文说，我们是上帝的小婴孩，上帝呵护我们就好像照顾一个小婴孩一样，没有错。原来我们都照上帝的形象所造，就好像一个小婴孩有他父亲母亲的 DNA 一样。我们的确是上帝的子女，我们一出生，上帝就给我们不同的恩赐、外表、能力。然而跟其他受造物最大的不同就是，我们不但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，我们也有自由选择的意志，再加上我们一刚开始就被赋予的创造力、思考能力、设计能力等等。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发明，可以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，从想法到完成，一步一步的将所有的梦想变成事实，将以前所没有的发明出来，为社会及人类大众提供无数的价值。既然这么好，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地生存在这世界上呢？如果不是，究竟我们人类身上是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小婴孩，我们就是皇宫贵族，因为上帝是万王之王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然而我们这些身处皇宫贵族的人，还时常感到不高兴，
感觉上没有人帮助，好像每件事情都不满足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追根究底，很明显的，因为我们都有罪，我们是有罪的罪人。不管是我们心里所想，我们动作所做出来的，都没有荣耀神，已经远离上帝本来创造我们的初衷，就是以神为乐。我们渐渐的变得自私，变得漠不关心，在乎的只是世界上的人怎样看我们。当我们把人的奖赏看得大于上帝给我们的奖赏时，我们就忘记上帝的存在了。我们认为上帝睡着了，反而使用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些创造力、独特的能力，我们拿去制造纠纷，产生仇恨，人人自私，漠不关心，沉溺于上帝不喜悦的事情，更不懂得感恩，有时还把罪怪在上帝身上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15节说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2节说：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这些都是罪所引起的。当我们受到罪恶的掌控时，很多事情我们做的都是由不得我们，好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就像罗马书第7章保罗所说的第7章23节：当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第24节：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样我们受撒旦所辖制，受罪恶的捆绑，我们怎么能够突围改变这个情况呢？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吗？人定胜天的力量可以吗？我们是不是太乐观了，认为我们靠着自己可以战胜魔鬼撒旦？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，我们在罪恶中无法自拔，无法有效地激励自己，也没有办法在敬拜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、怜悯及大能。但是当我们认知到自己是有罪的人，愿意谦卑下来，将自己献上为祭，每天与主同心同行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，这是我们重生的时刻。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洗净所有的罪，这是我们该卸下重担的时候了。认知那上帝是王，而我们都是王子与公主，就因为如此，我们可以与王同享筵席。我们是上帝的子女们，我们一定要荣耀主，以神为乐，千万不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乞丐一样，想得像乞丐一样。出埃及记第15章第2节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；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当今新的价值观充斥在我们今天的道德社会体系里面，明天再继续讨论我们所遭遇的另一些难题。谢谢大家，愿神祝福你。请别忘了到我的网站上面加入我的 newsletter 哦，谢谢您。